开头我就直接说了，目前 Pixel 7a 就是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 Google 手机。听到这边骨黑和心黑已经坐不住了。不对，准确来说应该说是三星半导体 SOC 部门黑，因为如果你直接说是心黑，他会说我不是。但如果你说它是三星半导体 SOC 部门黑，那你就会直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是的，我是。而且他们可能还会拿着三星手机。所以下次你们都知道了，要说三星半导体 SOC 部门黑。话说一个事实，现在 Pixel 才是拥有三星正统血脉的亲生手机吧。好啦，说回来，对这影片除了会详细来测 Pixel 7a 之外，我们也会一步一步的来详细解析为什么我说 Pixel 7a 是目前你想买 Google 手机我觉得最值得的一支。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虽然说 Pixel 7a 是目前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 Google 手机，但是在策略上，嘿 Google， 感觉最近有点不懂你耶。抱歉，我不太明白。Pixel 真的算是我们很喜欢的产品系列，也算是看着 Pixel 系列从萌芽到茁壮吧。除了第一代的 Pixel 来不及入手之外，从二代开始，我们就入手了 Pixel 2的水货开始把玩。那接下来历代的 Pixel 3、3A、4、4A、5、4A 5G、6、6A、7，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代的 Pixel 我们都没有错过啊。评测都还在频道上，大家可以往前回顾。一直到近期，很少人认真评测 Pixel 7系列，我们也是少数还认真测好测满 Google 手机的影片之一了。真的是从没什么人知道 Pixel， 一直看到它走到现在。一个小趣事 ，Pixel 3的黑魔法这个词，就是我们当年下的注解。还有一个小趣事，当年我们 Pixel 3的评测数据，Team Pixel 还来跟我们取得授权，引用在他们的 Machine Learning 相关专题上面。所以回顾这个玩机史，我们对 Pixel 应该算是真用户，而且是有一点点资格聊一聊 Pixel 的吧。所以说，像是这次的新品推出策略 ，Google 这次的 I/O 上其实推出了3个主要的硬体产品，但在台湾引进的就是只有 7A， 其中包括了好久不见的 Google 平板，15000的价格，采用 Tensor G2，还随附了喇叭，价格 OK， 功能有趣，感觉就是个好玩的东西，没有引进。好啦，平板没有上还算合理，在国际市场平板是真的不好卖，苹果和三星基本上就把市场分食完了。但我觉得究竟是三星、苹果的产品力太强，还是根本就没有太多平板选择，我觉得还是有讨论空间。但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有点可惜，也就是 Google 的首款折叠，并且是由 Google 台湾团队主导研发的旗舰产品，台湾也是没上。最后 Pixel 7a 上市上了，并且算是破天荒的引进了特殊色 ，Google 也说蓝色是他们这次的主推色。正想说终于有一大进展啊，结果嘿，看我们手上机台的颜色还是白色，嘿 Google， 所以我才说最近我超级不懂 Google 到底在想什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在 Pixel 6评测这期节目，我们就有说过，如果 Pixel 真的想走出舒适圈，在主流市场走出自己的路，那用更高的标准、更积极的策略来应对消费者、面对观众，还是很有必要的。而我们会聊这么多，也是因为我们是真的看着 Pixel 长大，加上跟台湾的在地连接非常高，真心期待 Google 可以放更多心力在台湾市场。好了，先说到这边，我们来看这次的外观设计吧。在画面上，由左到右分别是 Pixel 6a、7a 以及 Pixel 7，可以看到3只的尺寸非常相近，最小的是 6a。7A 这次大了一点点，7只是再高了一小节。不过认真说，在手感体验上，这3款机器的尺寸都不算大，也都还在可以单手操作的边缘。7A 跟7相比的话，如果喜欢小尺寸手机的朋友，那 7A 就是更好的选择了。而在主要的 ID 设计上，就是一脉相承的 Pixel 家族式的横 bar 设计。这次7A 的横 bar 采用的是雾面磨砂处理，比较不会像 Pixel 7 Pro 上面的亮面处理，用久了多少会出现刮痕。这边必须说一句，这次7A 的一体性和质感都比 6A 好上了不少，质感是好上一圈的。而在耐用性部分 ，Pixel 7a 支援了 IP67 防尘防水，实用省心。不过正面居然用的是第3代的康宁大猩猩玻璃，这就有点诧异了，没有 Victus， 至少给个5代也好啊。但是 Google 有提到，受益于全新的机构设计 ，7A 也是目前最耐用的 Google A 系列手机。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次 Google 为什么会想把制造地印在至中底部的位置啊？稍显美中不足。对了，这次 Pixel 7a 虽然采用的是容易沾上指纹的亮面设计，不过受益于全白的机身，在沾上指纹之后其实是看不太到的，会比较好照顾一些。而在机身配置上 ，Pixel 7a 同样取消了 3.5mm 接孔，右侧就是分别拥有电源键与音量键，并且注意看，这次 Google 也把电源键的高度向下调整，解决了 6A 电源键靠上不好操作的问题。SIM 卡槽在机身左侧。支援单张实体 SIM 卡，同样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盒装也是环保盒装的设计，没有随附充电器。包装内只有一条 C-to-C 的线材，以及转移资料使用的 OTG 转接器。这个是……啊，这么多鲨鱼，难道是 Surf？ 不可能吧？就是 Surfshark VPN。哈，你说 Google Pixel 7a 就有那件免费的 One VPN？No， 想得 too simple 了。第一，想要摆脱追踪的你可能会担心它是 Google 的 VPN。第二 ，Pixel 7a 内建的 VPN 也没有办法选择地区，而 Surfshark VPN 在100多个国家设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你看，光是地区选单就有这么长。只要在 Surfshark 找到想要跳转的地区后，按下连接，就可以轻松解锁区域限定的 Netflix 电影影集，或是有区域限制的 YouTube 影片。一切都只需要一键跨区就能完成。花一样的价格看更多地区限定内容，像是韩国 Netflix 限定的财阀家小儿子，我就是这样追完的。网络的世界暗潮汹涌，你是不是也担心自己的密码或是信用卡被外流出去？透过 Surfshark Alert 就可以一键扫描你的电子邮件、信用卡密码是否有遭到外泄，如果有，赶快改密码，让风险降到最低。目前 Surfshark 只要一个账号就能在无限个桌面上使用，并且有30天的退款保证。透过底下资讯的连结，输入邦尼的专属折扣码 USBONNY 就可以获得独家优惠，再额外送3个月的免费订阅。接着看到这次 Pixel 7a 的另一大亮点，也就是 SoC。跟 6A 当时的策略一样，他们直接采用了最新一代的旗舰的 SoC，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第2代 Google Tensor G2 啦。在规格上搭配的是 8GB 的 RAM 以及 128GB 的储存空间，相较起去年的 6GB 有加大到 8GB 的 RAM。不过定价也从去年的13990起拉到了14990元。不过算上规格的提升，以及最近在国际汇差、通膨，还有这次在相机上、荧幕上、无线充电、用料上的整体的提升，我觉得价格还算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至少比去年成立多了。不过也相对的，我开始讲重点了。如果你是用14990元去买这只手机，那我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当下真正旗舰系列的 Pixel 7也就只要14000左右，所以才推出不久，通路就非常迅速的从14990元降价到了1万出头的价位带，那这个价格就非常有竞争力了。Pixel 7a 给了你中阶当中非常好的相机，而且有 OIS 光学防手震，还有中阶也算少有的防水功能，中阶超级少见的无线充电。而且作为 Google 的亲生儿子 ，Pixel 7a 也是中阶手机当中在系统维护上不需要担心的一只手机。最后说回来，大家过往诟病的 Google 处理器 Tensor G2 这颗 SoC 虽然在旗舰上不够给力，但我真心认为 Tensor G2 放在1万元出头的价位带绝对不是缺点，甚至跟大部分同价位的机种对比 ，G2 在各方面的表现，加上 Google 神一般的系统调教，在对比同价位机种上 ，G2 还是一种优点。因为第2代的 Tensor G2 虽然游戏表现还是不强，甚至有传出更换制程，但是在实际体验上，这代 G2 已经大幅解决了日常使用的发热和续航力问题，而这正是符合1万元价位带不玩游戏、追求整体体验的主流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是拿来日常使用，没有重度需求，这就是我觉得目前最值得入手的 Google 手机，至少绝对不会有被割韭菜的感觉。所以还是回来看效能表现。Geekbench 5的分数对比这个价位带的中阶处理器之选，像是还有很多中阶采用的 778G， 红米 Note 12系列、三星 A34 采用的天玑1080，或是最近追上来三星 A54 采用的 Exynos 1380，Tensor G2 就是高上一整圈的存在，放在这个价位带还是挺有优势的。当然不包括7 Plus Gen 2就是了。但是目前在台版市场上，暂时也没有均衡之选的机器用这颗处理器，拉进来的意义也不大。GPU 部分同样对比 778G、天玑1080和 Exynos 1380
Tensor G2 也是轻松跑，就在水准之上。其实 Tensor G2 这颗处理器我们能测的也都测了，我就一言以蔽之。G2 比 Tensor 第一代的调教好上许多，但本质上还是那个 Tensor。但就如同我说的，把这颗处理器放在中阶和旗舰的感受截然不同。相当起同价位的机种 ，G2 带来的体验都是提升，并不会比这个价位带的处理器选择还差。所以我说 A 系列的重点从来不是 Tensor， 也不是三星制程，而是放在对的位置，给一个对的价格，它就会是一个更优势的选择。看完跑分，还是要来实战一下。首先来自 PUBGM， 帮你实测平均帧数落在 59.5 帧，全程顺跑。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正面最高 38.7 度，背面37度，算是超级冷静。一般游戏对 Tensor G2 来说真的不太有压力。接着我们还是来测原神，在效能更重的原神须弥，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的测试下 ，Pixel 7a 平均帧数落在了 28.7 帧。机身温度正面最高温 37.8 度，背面 36.5 度，温度的确略有上升。不过这个结果稍微令人有些意外啊！对比隔壁棚的 Exynos 1380，Tensor G2 其实还少了2帧。所以我好奇的拉出核心频率和功耗来看。没错，这代的 Google 在调教上真的保守啊。邦尼也直接实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人压力测试，结果大约落在 71% 左右。实际测量机身温度大约就是35度上下，整体的调教依旧非常保守。不过说真的 ，Google 一直以来也没有堆太多的散热硬体，如果真的放开来跑，应该也撑不了多久。游戏用户这次真的是先不考虑。但是这个效能也不是完全没用到，因为 Pixel 7a的系统流畅度在这个价位带当中是真的非常不错，毕竟用的是号称旗舰同级的 G2 嘛。同时 ，Google 也承诺提供3年的大版本以及5年的安全性更新。虽然少于三星提供的4年大版本、5年更新，但是在 Android 阵营当中也算是很有诚意了。续航部分 ，Pixel 7a 搭载4300毫安时的电池，比 6a 的4410毫安时小了一点。不过情有可原啊，毕竟换了更好的相机，无线充电多少会压缩到内部空间。不过续航也还算不错，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 ，Pixel 7a 在90赫兹之下达到10小时45分的成绩，60赫兹下则是可以达到12小时25分。不过日常直接使用90赫兹即可，非重度用户可以轻松达到1天1充。充电速度部分 ，Pixel 7a 在邦尼的测试中，30分钟充满34%，完整充满耗时2小时1分。在充电速度上依旧保守，最后的慢速充电为了保护电池，时间依旧是拉得比较长。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Pixel 7a 居然也加上了无线充电，这真的要给 Google 一个掌声啊！的确可以覆盖更多的使用情境，睡前直接放在充电板上，非常舒服。不过瓦数并不高，目前也不支援无线电力分享，稍显可惜。但以中阶来说已经足够了。生物辨识提供荧幕下指纹和脸部2种选择，速度和辨识率表现也都 OK。看完了效能，当然就是 Pixel 另一大重点相机啦。受益于 Tensor G2 的加持 ，Pixel 7a 也保留了 Pixel 系列的各种 AI 功能，像是魔术橡皮擦，我觉得超级好用的修复模糊，以及我觉得很实用的肖像打光功能。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你可以透过内建的编辑功能选择肖像打光，接着就会出现一个小点，让你可以拖动。例如这组照片的人脸原本是整个都打亮的，而透过肖像打光，你就可以调整成光线从右边来，让左脸的光影加深，立体感也会更加鲜明。并且它的调整不限人脸，而是整个人像，包括衣服上的光线也会透过 AI 计算自动修正，把光线调得好，感觉一下就出来了。但要注意的是 ，Pixel 7a 并不支援听起来很不妙的动作摇射。不过有长曝光，也支援人像，但不支援电影录影模式这些进阶功能。但是在录影当中给上了 4K 60 FPS， 非常有诚意。毕竟这个价位带因为处理器的关系，很多机型都被限制在 4K 30，或是更惨，只有 Full HD 60这种规格。而用上了 G2 的 7A， 给了 4K 60，我觉得还不错。但在这个模式下发热也比较严重。7A 在 4K 60连续录影下，大约第11分钟就会跳出过热警告。不过这时候不会结束录影，只会限制画质和 FPS。
最后我们实测连续录了2个小时也没有中断。硬体部分 ，Pixel 7a 搭载的是1.73寸的 f1.89 6400万主镜头，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第二颗是1300万的120度超广角镜头，在镜头上终于是换掉了1220万祖传好几代的 sensor， 换上了更大的1.73寸感光元件。不过我觉得没有直接比较 Pixel 7采用1.3寸的感光元件，倒是真的有些可惜。虽然成本肯定更高，但用上同一颗 sensor， 至少可以确定在调教上会更加熟练，以及如果未来有新的功能、新的算法的时候 ，Google 下放新功能的机会也会更高。但实际表现，我们还是来看样张吧。整体来说，虽然说在纸面规格上略有差异，不过拍下来的感想很简单，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表现不会跟自家旗舰 Pixel 7拉开太多，低光下大约也有着7-8成左右的表现。主要的差异会落在望远，但若是拉回来跟同级对比，在万元价位带，我觉得是水准之上，没大问题的表现。不过我必须说，从7 Pro 开始 ，Google 的相机感觉有些略显疲态，已经没有太大突破的感觉。像是 Google 著名的长焦，现在已经不在优势。夜拍各家的表现也都很强。我觉得如果 Google 真的有什么新的黑魔法 ，Pixel 8 Pro 真的该拿出来跟大家见面了。录影部分，受益于 Tensor 7A 跟6A 一样，都是在这个价位带上少数支援 4K 60的机器。以下帮你也提供样片供大家参考。接着，我们看到这次我觉得比较有感提升的荧幕表现。Pixel 7a 采用的是一块6.1寸的 Full HD Plus OLED 荧幕，亮点就是补足了去年的缺憾，终于把7a 的荧幕更新率也拉到了90赫兹了。不过这个90赫兹预设是关闭的，需要手动到设定中开启流畅显示才会启用。小惊喜是 Pixel 7a 在强光下的全白荧幕亮度也有明显提升，上一代的6A 在强光下的全白荧幕亮度大约是可以来到760尼特。而这次 Pixel 7a 则是达到了1000尼特以上，在峰值亮度上更是可以达到1400尼特。而在色域色准上，我们也拿出这套有够贵的测试设备，能测多测。在显示表现上 ，Pixel 7a 同样提供了2档的色彩设定，分别是自然以及自动调整。以下也提供2个模式下的测试结果大家参考。可惜的是 DCI-P3 的色域覆盖还有提升空间，倒是色准有惊喜，都有达到小于2的表现。而在音效上 ，Pixel 7a 同样拥有双喇叭。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提供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节目来到了尾声，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如果你用14990元买到这只手机，那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详细探讨。但11000以内的售价，我觉得是没有明显缺憾，甚至整体的配置和体验，我都觉得是在水准之上的。系统当然就很主观啦，原生就是很两极的评价，喜欢的很喜欢，但不变的是，虽然 Tensor G2 不算强，但 Google 的系统依旧是非常流畅舒服的。如果有人说用 Tensor G2 的手机很卡，那大概率是没有用过 Google 手机。它的处理器用旗舰的角度去看，跑分不强，但 Google 的调教就是日常绝对不到卡，跟同价位的机器对比更是如此。
但我觉得吧，如果 Google 是真的有心想要突破重围，冲击主流手机市场，想要说服大家 Pixel 是更好的选择，那真的不能默默耕耘，而是真的必须用心，让用户感受到 Google 的诚意啊，要不然作为 Google 老玩家的我们，都渐渐的不认识你了。产品很不错，但其在策略上会更积极。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或是透过超级感谢按钮直接赞助我们，制作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内容。也感谢本期的赞助厂商 Surfshark VPN， 让我们更无忧的持续创作。关于 Pixel 7a，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我们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我是李子，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